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NBA 终于对三分动手了，颁布新规取消三分球。在现代篮球中，三分球越来越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，不仅要求投得准，更要求投得多。NBA 似乎已察觉这一趋势，发现越来越多的观众对三分球满天飞的局面感到厌倦。在杯赛决赛拉开帷幕之前， NBA 总裁亚当肖华于拉斯维加斯针对当前的三分球热潮发表了看法。他指出 NBA 已经留意到三分球使用过度的倾向，并正在对此现象进行深入探讨。肖华的言辞颇为审慎，他并不愿将三分球直接定义为问题，而是主张将其置于篮球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审视，并强调需关注球迷对此现象的接纳程度。尽管肖华的表达方式常带含蓄，但其真实意图仍可揣摩。 NBA 目前并不急于下定论，关键在于收视率和上座率是否因三分球的泛滥而受到影响，这确实是实话。毕竟 NBA 作为一个商业联盟，若比赛的某个方面阻碍了其盈利，即使无人催促，他们也会主动求变。作为举世闻名的职业经理人，肖华看待问题颇为理智。他认为三分球数量的增多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所有球队都遵循同一种打法，导致比赛失去观赏性。他的原话如此表述：三分球数量的增多并非问题所在，问题在于比赛的同质化，各队相互模仿，这才是我们应当警惕的问题。首要之务在于明确这一点，三分球泛滥的现象，球队本身并无过错，他们的核心任务是赢得比赛，吸引观众，为联盟和球队创造经济效益，因此他们会选择能提高胜率的打法。至于其他球队是否学习模仿，进而导致三分球泛滥，那并非他们所能控制的。各队均在遵循现有规则的前提下进行比赛，规则允许的行为自然会被采用。NBA 历史上曾多次通过规则调整来塑造比赛的形态与风格，例如以往因命中率与比分偏低，联盟便出台规则放宽外线防守，旨在激发进攻火力，结果却导致近20年来比分持续攀升，三分球数量激增。上半个赛季后半段，联盟又要求裁判放宽吹罚尺度，使得后半段的每场比赛犯规次数比前半段减少了3次，以满足球迷对于激烈对抗的观赏需求。历史上 NBA 曾2次调整三分线位置，一次是前移以鼓励三分球投射，另一次则是后移以应对三分球过多的情况。我深信三分球并非问题的核心，毕竟精准投射三分是一种高超的篮球技巧。真正的问题在于犯规判罚的频繁。人类天性中就有观看竞争与对抗的渴望，从古代的斗兽场到现在的拳击比赛，无不体现这一点。篮球比赛固然需要技术，但观众内心深处更渴望看到那种激烈的、直接的对抗。为了提升比赛的观赏性，我提议恢复2003年以前的外线防守规则，即允许使用贴身盯防技术。自2003年规则变更后，防守球员被禁止对持球球员的身体施加手部压力。如果恢复旧规则，不仅能增加外线防守的激烈程度，还能让进攻球员面临2种选择：一种是迅速摆脱防守切入篮下，二是拉开与防守球员的距离，尝试远距离三分投射，如利拉德式的投篮。这将提高三分投射的难度，降低命中率，进而可能减少三分球的尝试。观赏性是一种主观评价，有人偏爱过去的肌肉碰撞，有人则欣赏现在的三分雨。篮球运动一直在不断发展，速度节奏日益加快，对抗更加激烈且充满危险。我曾用比喻来形容，过去的篮球像是安全的碰碰车游戏，而现在的篮球则如同在高速公路上竞速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。这也是为什么篮球运动员伤病频发的原因之一。这种新的特征已经根深蒂固，成为不可逆的趋势。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更渴望看到多样化的比赛风格和形态，而非单一的三分雨。绿军队凭借在三分线外的出色表现夺得冠军后，众多球队纷纷效仿。上个赛季 NBA 的平均三分出手次数为 35.1 次，较前一个赛季增长了 0.9 次，而本赛季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37.5 次，与前赛季相比增加了 2.4 次。绿军本赛季的平均三分出手次数更是突破了51次大关，紧随其后的是公牛队的 43.7 次，两者相差 7.4 次。尽管公牛队之后的三分出手次数差距不大，但若绿军本赛季成功卫冕，无疑将有更多球队走上绿军的道路，通过增加三分出手次数来争取胜利，即以2分换3分，只要保持一定的命中率，如 37% 以上，这一命中率在联盟中仅属中游，就能产生绿军队那样的效应。
绿军在揭幕战中便投进了29个三分球，追平了历史纪录。在小牛和勇士第2次对阵的比赛中，两队合计投进了48个三分球。按照当前的趋势，单场投进30个三分球，以及两队合计投进50个三分球的情况，很快就会变成为现实。在备受瞩目的 NBA 杯决赛中，雷霆队三分球出手高达32次，却仅命中5球。其实最后一球还是在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内投进的。在埃塞亚乔投中雷霆队的第4个三分球之前，双方分差已经拉大到了20分，而雷霆队始终未能通过三分球挽回败局。许多依赖三分球的球队会祈祷这样的情况：如果前半段三分球手感冰凉，希望还能在后半段找回状态，甚至实现强势反弹。不过在当下的比赛中，出现前半段三分球神勇，后半段则可能会屡屡打铁的情况也不在少数。雷霆队在上半场三分球17投仅1中的情况下，第3节依然没有好转，7投2中的三分球表现导致他们单节仅得14分。尽管前2场三分球手感冰凉，但雷霆队仅以50-51落后1分进入下半场，原本仍有机会逆袭。然而雄鹿队在关键的第3节三分球11投4中，字母哥更是在篮下大杀四方，单节砍下12分并抢下10个篮板。最终字母哥凭借26分、19个篮板和10次助攻的超级3双表现，夺得了杯赛的 MVP 殊荣。在这场比赛中，雄鹿队投进了17个三分球，这一数字远高于他们的本赛季平均水平，因为在决赛之前，他们仅有4场比赛的三分球命中数超过了17个。而雷霆队尽管本赛季的三分命中率达到了35%，却从未像决赛这样表现糟糕。整个赛季仅有3场比赛的三分球进球数未达到2位数，且其中2场是新赛季的前2战，分别只命中了8个三分，因此决赛中仅进5个三分的情况着实令人难以置信。雷霆队的三分球表现糟糕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进攻。下半场仅得31分，全场总计81分，比他们赛季平均分足足少了35分。这35分的巨大差距正是源于三分球的低命中率。如果他们能够多进10个三分球，即命中15个，那么这额外的得分就能带来30分，比赛无疑会更加激烈和精彩。遗憾的是，雷霆队从比赛开始到结束都显得萎靡不振。3分换2分的策略并不能保证每场比赛的胜利，但其关键在于概率。当三分球的出手次数和命中率达到某个临界点时，赢球的概率会显著提升。特别是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，只要能确保4场比赛的三分球既多又准，就能顺利晋级。绿军作为卫冕冠军，其成功自然会引来更多球队的效仿，因此我认为3分换2分将成为一种逐渐兴起的趋势，就像当初勇士队引领的小球风潮一样。然而，三分球的大量增加也伴随着一些副作用。一方面，比赛结果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起伏不定；另一方面，关于比赛的观赏性也存在一定争议。如果如今仍有不少人怀念20-30年前篮下肌肉碰撞的激烈场面，但教练们在制定比赛策略时，往往更关注胜负而非观赏性。尽管 NBA 并未直接对三分球进行整治，但联盟通过规则的调整、比赛的监管以及球员技术的培养等方面，对三分球在比赛中的影响进行了间接的管理和引导。如前所述， NBA 通过调整防守规则来影响三分球的投射环境和命中率，联盟还通过其他规则的调整来鼓励或限制某些进攻方式的运用，以平衡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。 NBA 在比赛中对球员的犯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判罚，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三分球的投射和防守策略的运用。NBA 通过选秀、训练营和比赛等方式，不断发掘和培养具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年轻球员，这使得联盟中的三分球投射技术得到了不断提升和普及。NBA 整治三分现状，实际上更多的指向了联盟对三分球规则的调整、球队战术的演变以及三分球对比赛影响的管理和引导。通过这些措施， NBA 旨在保持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，为球迷们提供更加精彩的比赛体验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